本座乃玄天大陆头号反派国尊，我数3个数，我再不出来，后果自负。3、2。老天哪！就因为我让恋爱脑男女主团灭，居然把我穿越到异世界给反派当宰！一个小丫头片子装神弄鬼，这是秦王府重地，是你能闯的吗？滚滚滚滚！去！滚！本座找的就是秦王府，我来认野爹的。你要是不让，就别怪我手下不留情了。我跳起来打你膝盖！哼，小玩意儿！放开我！士可杀不可辱，威武不能屈，母亲长年穷。今日你辱我一尺，他日我还你一丈。等本座重振雄风，一统天下，把你们都杀了！都杀了！王爷，王爷，本座狂狷邪魅、暴虐无情的大反派的野爹。长得还挺帅的。秦九州，你这个废物，除了惹我生气还会干什么？反派的高光时刻，快让他见识下什么叫疯批的怒火！拿我做用，手疼不疼？野爹，站起来，不许停！野爹，站起来，不许停！放肆！本座堂堂300岁大反派给你做女儿，你居然去给人当舔狗！慢走！王爷，这孩子太小，不懂事儿。生去为狗！秦九州，你个杀千刀的！我娘等你等的人都没了！嘿，渣男，祝你断子绝孙！你娘是谁？我娘叫温逸，家住在平阳府。4年前你被人下春药，是我娘救。回府，今日之事，谁敢脱落半点？九族大礼包，留下了！莫非这真是小郡主？这还有假？连性格都一模一样，王爷这是生了个自己啊！哦，秦九州，书里的毁天灭地、暴虐无情的大反派，偏偏是个没救的恋爱脑。平时被女主用来刺激男主就算了，最后还因为对手太子是女主表哥，就放弃皇位。我拿那为爱而死，馊的不像我的主。你再废话，我就把你眼珠子剜掉！不错，你的提议很不错。不过本座告诉你，反派一般都是死于话多，下回别威胁，直接动手。秦九州，看在你给我好吃好喝的份上，从今天起，只要你跟着本座，本座定会带你一统天下，再不济也是毁灭世界。吃饭还堵不上你的嘴，一定是没吃够。小孩子就是麻烦。我才不是小孩，我是本座可是凭借一己之力，差点把男女主干团灭的恶毒反派。
既然我来了，绝不允许窝囊爹为女主甘当炮灰。干了这杯，以后我们就是派法子妇女最迷人的反派角色。还有反派被高点呛到的，天道你个小王八蛋，一定又是你当国呀！小郡主，温姑娘当初怀孕，为何不告知王爷？你为何现在才来认亲啊？为何？还不是因为这弱智设定，4年前请九州为救女主，不慎中了春药。不，这剑有媚药，西青，不要管我，快走！翠儿，随便找个姑娘给他解毒，别浪费我的银子找大夫。是。但女主懒得给他找大夫，随手将路边晕倒的我娘带给他挤春药，这才怀上了原主。我娘寄过3封信，可齐王府从没有回信。半年前，她准备自己养大我，可是她坠崖惨死了，我被姨母送来京城。我告诉你，这爹你认也得认，不认也得认，否则我有的是力气和手段。我从未收到过温姑娘的信。少找借口，滴血验亲，让你看清楚谁是爹。这样啊，咱们用这个针，他信。大女子身居天地之间，只会在乎小小疼痛。痛，真的好痛！融了，融了！我等参见郡主殿下，殿下千岁！看清楚了吧，你爹我回来啦！你爹我回来啦！你刚才叫我什么？不对吗？我就是你爹。哎呀，甭管谁是爹，一个女主罢了，用得着你酗酒找死？只要你听我的话，区区女主，手到擒来。等灭掉男主和太子，我就扶你坐稳皇位，一统天下。到时候我会安排好一切，为你毁灭世界。自己死有什么意思？应该让全世界的人都为你陪葬，这才是我们反派应有的排面。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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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丫头叽里咕噜说什么呢？她怎么知道我想死？还有灭掉太子，坐稳皇位，一统天下，毁灭世界，本王都没这么疯狂。追风在，带他下去，通读大周律。是。秦九州，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本座刚才放你一马，现在再放你一马，但你记得，本座是反派，不是放马的。好啊。今晚不吃过。别跑！站住！别跑！秦九州杀人了！站住！大秦爹，你不杀我！你等着！站住！哎呀，你看到没有？自从小郡主来到咱们府里，整个府里面都有生气了。王爷也很生气啊。是啊，咱们的王爷好久没那么生气了。哎，屁股什么？赶紧去救小郡主！别跑！看你不到啊，好恶心啊！惨绝人寰啊！
打到你了吗？你这小短腿倒是倒腾的比狗都快，我一根头发丝都没碰着。没打在我身，却堵在我心，烫发平高啊！这日子没法过了。我做的什么孽，才伤了你这么个不孝子孙？王爷使不得，王爷使不得呀！我让开！小郡主啊，是王爷不孝，让小郡主受委屈了。快别哭，别哭了！糟糕，这眼神我也要发疯了。王爷，发疯可以，别吓着小郡主啊！王爷，永安侯夫人派人请您去一趟仙尾楼。听来人说，夫人哭得很伤心。永安侯夫人白希清，小说女主，只要和男主一吵架，白希清就找秦九州刺激男主。男主有了危机感，就更珍惜白希清。3月号，秦九州为救白希清丧命，秦王府所有家财都留给了白希清儿子，白希清因此有了底气。侯府全家都对他慈爱起来。说白了，秦九州不就是垫脚石吗？萧景又欺负西青了，本王这就找他算账。儿子，你想得到他吗？我可以帮你。与同行结盟第一步，先展现能力，得到其信任，与他平起平坐。他应该很关心家人吧？据我所知，他有个弟弟，虽然纨绔，但很受他疼爱。萧景与他争吵的多数原因，就是因为要给这个弟弟擦屁股。一个孩子如何知道这么多？莫非他真有法子？你想说什么？把他弟弟绑来，想要人就拿儿子来换，说他不换，则与娘家关系破裂。我们只需稍施手段，就能利用他对娘家的愧疚得到他。哈哈哈哈哈哈！说他换那更好，直接叫他们夫妻感情破裂，他只能依靠你。这种下三滥的恶毒手段，就算是王爷当年做毒夫的时候都没有用过。小郡主，挺熟练啊！你说什么呢？这叫一代更比一代强。温软，这些都是谁教你的？这还用教？普天之下，谁能有本座恶毒狠辣？温软，我没记错的话，你才5岁吧？对啊，厉害吧？才5岁，你就比我还没底线！你今日一定要好好教育王爷！我帮你，你怎么还不领情？有什么事可以商量吗？对，要不我们先把他儿子绑来，或者再把娘家人都绑。不，把他们请过来，还是直接杀去永安侯府，杀夫夺妻，然后灭掉太子，一统天下。一统天，你们听到了吗？请看，请看！告诉白希清，本王今日有要事，没空。什么？我不是你了，其实我觉得你还可以争取一下，救命啊！陈伯，这还是王爷头一次不管白小姐吧？是啊，自从白希清嫁人以后，王爷就生无可恋了。现在看起来倒是有些许的生气。从此以后啊，这王爷心中第一人就换人了呀。哎呦，小郡主啊！本王再问你最后一次，现在你还敢不敢灭掉太子，一统天下了？不行！王爷不能再打了呀！你快住手吧！你看孩子脸都被打红了，再狠也不能虐待孩子呀！脸红那是他自己跑的，本王碰到他1根手指头了吗？行了，带他下去吃点点心，别在我面前哭，吵得慌。点心好吃吗？王爷，小郡主都已经认亲了，是不是也该带进宫给皇上瞧瞧了？进宫？太子的子嗣才是他最钟爱的孙儿，本王的女儿去他面前坐冷板凳吗？还不是您自己作的。
哎呀，皇上从小就最宠您，偏您为了永安侯夫人，把太子之位拱手让人不说，连他那上不了台面的亲娘都成了贵妃。成王败寇，本王认输。什么成王败寇啊！要不是他们母子设计陷害您，那皇上怎么可能对您失望啊？要我看，您吃亏就吃亏在不像他们一样使那些下三滥手段。王爷，您说要论起下三滥，倘若我方派出小郡主，那太子一方又该如何应对？这个秦九州不是封笔反派吗？怎么还管起我人品了？小郡主不生气啊，来，咱们吃这个。小郡主啊，陈爷爷告诉你一个秘密，其实咱们的王爷他吃软不吃硬啊。吃软不吃硬。父王！父王！软软知道错了，以后软软有了父王，软软再也不是没人要的野孩子了。父王有了我，也再不是没人要的野父王了。知错就好。你松开。父王，你嫌弃我吗？可我从小就没有父王，也从来没感受过父亲的怀抱。别人都有爹爹，就我没有，我真的好想爹爹。别哭了啊！别哭！别哭！别哭！要没有了，我只有爹了。我以后再也不要和爹爹分开。好，不分开。真好。好，太好了，王爷有多久都没像个人了。圣上口谕，秦王接旨，明日请秦王带小郡主入宫觐见。好耶！软软可想祖父了。爹爹你放心，软软一定会让祖父喜欢软软的。软软，你记住，你是本王的女儿，不用讨别人的喜欢，做你自己就好。耶！那我现在就去灭了太子，扶你当机。嘿。温软，起毛胆子给我！来，瞧一瞧，看一看嘞！老老钱，老两口，咱美杂货应有尽有了。我们家外小导呀，别提了。看看有什么想要的，都来看看啊！翠儿，秦九州没清场吗？若让人看见我和他公然来往，岂不是坏了我名声？说不定他正打着坏你名声，好离间你与侯爷，自己上位的主意呢。我与他秦九州交往是为了刺激萧晴，他竟因此心生妄想，无耻！还不赶紧让人以秦王府的名义清场？是。哎呀，白小姐，秦九州呢？又去珍宝阁买首饰了？既然要买首饰，为何不早出门片刻，竟敢让我多等他一刻钟？你且告诉他，今日把珍宝阁搬空都哄不好我，叫他自己掂量着办。没错，若真惹得我们夫人生气，届时秦王就算捧着千金首饰跪下来求都不管用。嗨，王爷有事，没空理您。你第一次拒绝白眼狼，真爽啊！小郡主，我将永远拥护您。温软，不好意思，没忍住。你这一晚上都吃了3顿了，你来的路上没吃饱吗？吃不饱，都快饿死。哎呀，小郡主，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奴才给您夹菜啊。我要这个。
我刚来京城的时候，家里没钱，街坊四邻都没人要我，我娘也没有亲人。那你在哪儿吃？在哪儿睡？这野爹果然吃软不吃硬，只要我比白皙精彩，他还不上赶着心疼我？身为反派张理查，还不是手到擒来？我睡在城东破庙里面，一个乞丐伯伯可好了，他说我聪明漂亮，愿意分馒头给我吃，馒头可香了。我本座引以为傲的自知力，竟被你们勾引得荡然无存。陈伯，明日起请先生来，把他这乱用成语的毛病好好改改。好，小郡主，快吃吧。好，小郡主，你看，漂亮吧？小郡主啊，你看，这就是明珠院呐，又大又漂亮，还有几十个丫鬟和嬷嬷。咱们先去瞧瞧，若有不满意的，你告诉老奴，奴才都给你改了，好吧，小郡主？陈管家爷爷辛苦了，我很喜欢。奴才不辛苦，是王爷安排的。你别多想啊，我就是找人随便买的。本座会记住你的功劳的。知道了。你去哪？小孩子睡觉不都要人陪吗？白皙星的儿子就是，不过我是不会唱歌哄你的，我最多只能是陪你。本座才不是一般的小孩，你退下吧。不过要是你怕孤单，你这人怎么变脸比翻书还快？不管他了啊！来，都见过小郡主。见过小郡主。王爷，你怎么又犯病了？你赶紧把药吃了。再不必忍受身心折磨，为什么不让那群人如愿？殿下，你千万不要啊！太阳哟，大山的子孙哟，太阳哟。小郡主，你快下来睡吧。别人唱歌要钱，你唱歌要命。急什么？夜生活才刚刚开始，下面的朋友们再嗨起来，让我看到你们舞动的双手好吗？大山的子孙哟，嗨太阳哟，太阳那个爱着哟，山里人哟。小郡主别唱了，王爷一到晚上就发癫，万一您这种唱法惹恼了他。温软，你在干什么？放开我！我演唱会还没看完呢，没有我动听的歌声，你们睡得着吗？再敢低调我就把你们都杀了！还愣着干嘛？都快走！告诉你，我可是你嫡亲闺女，连亲闺女唱歌都不让，算什么好爹？闭嘴！我可没说不让你唱歌啊，你就唱给本王一个人听。听了你的歌声，头倒没那么痛。这人什么情况？真是的。大山的子孙哟，大山的子孙哟，嗨太阳喽！小郡主真和普通孩子不一样啊，一点都不赖床，还知道贴心的把王爷给叫醒，真是个好孩子呀。那是叫醒的吗？啊，昨天小郡主唱了一宿的歌，我看王爷根本没睡着吧。
回去补觉去吧。走吧。哎呀，这丫头唱歌的确能让我的头疼缓解，就是耳朵实在遭罪，压根睡不着。喂，别睡了，起来起来！哎，跟我说说，那老头怎么样？好相处不？什么老头？你亲爹啊！今日走个过场即可，当然，他也没那么多心思搭理你。哎呀，看来你跟你亲爹的关系处的也不怎么样嘛，他居然连这点面子都不给你。我倒希望他不是我亲爹。肯定是他的错，他不知好歹。你就这么相信我，无条件维护我？那当然，我要有你这么个大反派儿子，宠都来不及，还哪会嫌弃啊？他可真是不知好歹。我就知道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嘿，你干什么？你不说狗嘴吗？我牙痒痒啊！怎么这是？秦王殿下，陛下刚下朝，正在乾元宫等您。你好。你好。凶残暴虐的秦王，闺女却这么天真讨喜，这合理吗？太子殿下听闻您有后，欣喜不已。正巧寿康郡主刚读完大学，想请皇上指教，太子殿下便带他与皇长孙前来，也给小郡主做个玩伴。召我女儿来给太子的儿女做陪衬，她也配？哎，你去哪儿？进门，你别怕，我来保护你。走。儿臣参见父皇。孽障！仗势欺人，侮辱朝廷命官，朕怎么就生出你这么个东西？身为朕的儿子，你把朕的老脸都给丢尽了！你真厉害，我还以为你混吃等死没斗志了，没想到还有两下子的嘛！看看给老皇帝气成什么样了！哇塞，眼爹笑起来真好看！父皇息怒，皇帝应是一时冲动。他若早知屈尚书会在仙位楼中，定不会强行清场，纵奴侮辱屈尚书。仙位楼，这地方好生耳熟。王爷，永安侯夫人派人请您去一趟仙位楼。听来人说，夫人哭得很伤心。这不是女主约野爹见面的地方吗？那说话的人是……还望父皇就别怪罪皇帝了。哦，原来是太子啊，蛮有兄弟情谊的，居然会帮秦九州说话。不杀他了，全进酒厂。为我说话，他那叫煽风点火。若屈尚书不在，你就能伤及百姓，侮辱命官了吗？朕就是王父上天眷顾，竟生出你这么个暴虐凉薄的儿子。太子果然阴招，学到了。从来都是如此，我做没做有什么重要？很重要，我绝对不会让你吃亏。可是皇爷爷，我们昨日从未去过仙位楼呀。大师皇叔昨日和永安侯夫人在仙位楼踉踉跄跄，皇叔还亲了永安侯夫人一口。你胡说！本宫从来没去过仙位楼。你要是没去过仙位楼，你怎么知道我父王在仙位楼干了什么？本宫是听说的。我父王说了，做人要诚实，不能学人背后嚼舌根，那都是长舌妇才会干的事。可是皇爷爷，永安侯夫人
昨天确实找了父王，但是父王说要在家陪软软玩积木，没空去。父王还说软软比什么侯夫人、尚书大人都重要。我们在王府里边堆了一整晚的积木，堆了好高好高的房子。不信你问陈管家和追风叔叔，他们都可以作证。哦，堆房子？堆什么房子？堆的是皇宫。父王还说等软软堆好了，就带着软软进皇宫给皇爷爷看。父王说皇爷爷是顶顶厉害、顶顶聪明的皇帝。皇爷爷，你是一国之主，英武圣明，肯定能明辨是非，对不对？哈哈哈哈！好，朕的孙女儿真是有志气，堆皇宫可比你那个爹强了100倍。哼！太子，连一个5岁稚童尚且知道眼见才能为实，你可有实据啊？本想着秦九州庇护白西青，定会替白西青认下罪名，没想到被这小丫头抢回去。父皇，是儿臣思虑不周。你就是皇帝的女儿吧？我不是，她是我女儿。怎么可能？你这不是知道吗？净问些废话。你太子啊，没想到你竟没一个小丫头伶俐啊！本王的女儿的确不是凡人能及。父皇，儿臣以往行事荒唐，令您失望了。但仙位楼一事，儿臣与软软确未踏足。若父皇您不信，可召集王府上下以及昨日驻守城门的卫兵卫巡。可算说了句人话。看来这个小丫头……皇爷爷，别被这个乡下的丫头给骗了。她不向长辈行礼，竟还敢直视圣言，上梁不正下梁歪。上梁不正下梁歪，可你见到父王的时候也没有行礼啊！哎，皇爷爷和太子殿下都是你的上梁，莫非你……寿康，他说的没错。见过秦王叔。见过秦王叔。这孩子出口成章，乔来伶俐的很。可曾读过什么书啊？还是爹爹厉害，他一个乡野长大的5岁丫头，怎么可能读过书？若是说读过，那便是欺君；若是承认没读过，那便是秦王叔教他说些谄媚之语。小女，我四书五经都读过，我可是文科学霸。一个没规矩的乡下丫头，居然敢说自己饱读诗书，你可知欺君当斩？不知不语，此为质。寿康妄称才女之名啊！皇帝何必与晚辈计较？软软是吧？你才5岁，怎么可能通读四书五经呢？你寿康姐姐日夜苦读，也才粗略的读完大学。小孩子说谎可是要打手心的哦。这就到打脸环节啦！嘿，不止主角会打脸，反派也会，把你脸大肿。来人，上笔墨。秦九州，我说你写。春晓，唐·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乐知多少。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子一粒元璋草，一岁一芙蓉，多丽宫，不掉寒江雪，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动不在异乡为异客，愿逢佳节倍遭亲，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聊生皆辛苦。天上人，但使龙城飞相在，石啸胡马，不过白玉盘，2万元璋提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大功告成，翻命。怎么样？本座亲自指导，寿康郡主、皇长孙，你们喜欢？那就送你们。本座可是玄幻大陆来的，3界之内上下千年，什么东西本座不知道啊？怎么可能？怎么不可能？瞧你大把年纪，却愚蠢的很，可曾吃过什么药？我这像，真是太像了。元后年轻的时候，跟你一模一样。元后年轻的时候，跟你一模一样。元后，秦九州的娘，果然在男人心里，早死白月光的杀伤力无人能敌呀。哼，温软，这个名字起得也好。再冠以国姓。朕就赐你为陈安，愿你一世长安。父皇，臣这一字多用于东宫啊！多谢父皇赏赐。温软，还不快谢谢你皇爷爷！谢谢皇爷爷，今日与皇爷爷相谈甚欢，以后有时间常出宫来陪我。人小了就是寂寞，盼着有一个说说话的。哈哈哈，好。你既然有个女儿，把你那纨绔的习性收起来。你看你眼下那青黑，昨夜做贼去了。你自己纨绔就罢了，别把我软软给我带坏了啊！哎，别顶嘴，听话。大皇帝得给个面子。哎呀，看来有了女儿，这顽劣子真是不一样了。然后你在天之灵也会欣慰吧。软软聪慧，日后若无事，可来寻你寿康姐姐玩。哼，我父王跟你说话，你不搭理他，野丫头就是没规矩。你父王爱吃粑粑，我都嫌他臭。吃又怎么样？我父王能吃一坨呢，你父王行吗？哎，我父王能吃2斤、3斤、4斤、5斤、10斤、100斤、1000斤、1万斤，我父王能吃1毛看。你才是粑粑，你跟你父王都一样，都长得跟粑粑一样。父王，皇帝，你为何打我？本王不打幼童，但若他们嘴贱惹我女儿，我只能训其父母了。你父王，寿康口出恶言，温软又正受宠，咱们闹去御前也不占理。而且你看这丫头，她好像等着我们还手一样。您可千万别上当，反正我们有西青姑母，整个秦王府都是您的狗，咱何必和自己家疯狗闹别扭呢？本王今日不跟你们计较。寿康，我们走。父王，你对冉冉今天的表现满意吗？本王不支持。放肆！我人给你的阳光你就灿烂，人你的雨水你就泛滥，给我站住！当真？哎呦，小郡主，我告诉你个秘密啊，咱们的王爷往日就知道喝酒发疯，压根提不起心气应付太子的嘲讽挖坑、阴谋和诡计。哎，
今天竟能提起双拳和他对干，还得是你啊，小郡主，点个赞，厉害！陈伯，王爷，方才御前降旨，称永安侯夫人纵奴责打百姓，侮辱尚书，还陷害亲王，褫夺其诰命，一纸申诉，命他抄写符经万遍。什么？御前怎么会降如此重罪于白溪清？我现在……又开始了练呢！王爷，永安侯夫人纵奴行凶，侮辱尚书，已是重罪，还把一切都推到您身上，这皇上能不怒吗？啊，还是不行，我现在就去找父皇。哎，你找那老头干啥呀？这可是好机会呀，老弟！叫我什么？哎呀，别关注那些有的没的。西青遭受重击，现在肯定关闭着门痛哭呢。你快去攻击男主，他们夫妻感情必会出问题。然后你再趁虚而入，偷他老婆，偷他家。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追风，本王的鸡毛掸子呢？哎呀，别拿，我错了。哎呀，那你说不让偷家，那你有什么好主意？我看你就是不够狠心，都当反派了还瞻前顾后。王爷，永安侯夫人身边的翠儿来了。昨日王爷爽约，害得我们夫人受辱；今日又闹到御前，害得夫人受罚，此举未免太过无耻。哎，你住口啊！是你们仗着我们秦王府的名义行凶，到底谁无耻啊？啊！王爷，夫人刚听完圣旨就晕死过去，还吐了血。此事是王爷惹出来的。若您不进宫，求皇上收回成命，以后也不必再与夫人来往了。我们夫人傲骨铮铮，绝不与没担当的小人做朋友。你说谁？谁是没担当的小人？你是谁？我跟王爷说话，哪轮到你一个小丫头片子开口？谁给你的勇气，敢跟本王的女儿这么说话？哎，惹到我，你算踢到钢板了。本王的女儿也是你一个下人能得罪的。啊！太好了，是女儿奴，我们有救了！佳琪，你是？嗨，你好，我是温软，怎么样，被我迷倒了吗？姓温，乔哲约5岁，与秦九州极像，是温一的女儿，不可能，不可能！我们夫人盛怒，还被气得吐血。王爷再不解决此事，日后夫人不理你，可别怪奴婢没提醒过。哼！呸！什么玩意儿？哎，王爷，您是知道皇上性情的，您若是此时进宫求情，那就算是有元后作保，您恐怕也承受不了龙颜大怒啊。本王何尝不知，只是西青。舔狗原来是这样式儿的。舔狗？那是什么狗啊？哎，你呀，照照镜子看就知道啦，别老问我。等我回来再收拾你。哎，你要去哪？等我回来再收拾你。哎，你要去哪？说公不行，我今天才跟大皇帝搭上线。哎呀，你进宫得罪了他，叫我脸往哪儿搁？
我的脸盘再大也不是让你乱挥霍的呀！哎呀，大把年纪了，能不能懂点事儿，少让我操心行吗？老大不小的人了，做事儿没脑子，怎么老让我提点啊？王爷，您自己得罪了皇帝陛下倒是没什么关系，您皮糙肉厚啊，对吧？您不要连累咱们家小郡主，是吧？啊，是。你们不会都觉得我会进宫为西青得罪父皇吧？本王只是想去后厨给微软热热饭，有什么错吗？说不好啊！这你，在你心里，本王有这么不靠谱吗？没有。本王现在早已非孤身一人，不会再贸然行事。给你热饭去了。你们。心口暖暖的，这就是父爱的感觉。2辈子我还是第一次体会到，秦九州这个野爹也不糟糕嘛。舔狗中的舔狗，居然还想以白希清的名义送钟离去曲阜道歉，还开库房去城外，以白希清的名义失钟送医，叫酒馆茶楼扬他善名。可不是嘛！你说咱王爷这辈子没做过什么好事，这本来失钟送医这事也是给他积阴德，这没想到花了这么多钱给白希清扬名去了。从来没有人敢从我手下抢东西，这回要扒不下男女主一层皮，就跟你一笔姓白。追风，你是个聪明人，应该明白，跟着一个眼里只有女人的主子，能有什么前途？我看得出来，你对他很不满。秦九州色迷心窍，已经不适合做主子了，倒不如换一个可以杀上皇位、夺回一切的人。本座可以向你承诺，等你架空秦九州之日，便是你一人之下之时。待我拿下皇位，更可许你一品大将军之位，如何？小郡主英明。追风是秦九州身边第一心腹，有他帮忙，我就没必要死磕秦九州这个烂泥扶不上墙的啦。造反的活他不干，也不是人干。得了，去库房看看吧。小郡主，不怪我呀，王爷安排了眼线，专盯着您，一会儿您的屁股就该保不住了。人人都道我生来尊贵，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可没人知道，我真正想要的东西从来都没有得到过。有时我想要母后，可母后却难产而亡；我想要父皇的陪伴，可他却每日忙于政务。唯有西青，只有他，在我儿时落难之际，不知我姓名，却伸手相助。我明知道他疑为人妻，可为什么一靠近他我就控制不住？王爷，不好了！小郡主召集了所有人在外面，说是要策反架空你。什么？秦九州那个怂包，占着茅坑不拉屎，坐拥数百府兵，无数个暗卫，却连个太子之位都拿不下，简直是丢我反派之脸！你们是秦王府的人，本该横行霸道，作威作福，可如今连个侯府的狗腿子都敢对你们吆五喝六，告诉本座，你们甘心吗？不甘心，不甘心，大声点！不甘心！跟着秦九州，你们只能做一辈子不
不反抗的秦王府走狗。可如果跟着本座，你们便是人人闻风丧胆的反派军团，横扫天下。以后上街，百姓们定会瑟瑟发抖。权贵退避三舍，连太子看到了你们都得跪下来叫爷爷。现在愿意追随本座的，上前一步。秦温软，你怎么来了？听说你要架空本王。哎呀，既然你已经知道了，那本座也就不瞒你了。如今秦王府尽在本座掌握，你完蛋了！来人，把他给本座绑起来！这天真蓝呐！你看这云。对呀，是啊。怎么，本座指挥不动你们啦？属下还在当值呢。奴婢还要准备晚饭呢。陈管家爷爷。奴才誓死效忠小郡主。我的腰！哎呦，我的腰！哎呀！跟你开玩笑呢，我只是想找大家玩，我也不知道你在哪里，也不理我，还天天打我。要是你嫌弃我就算了，那我就走了，反正我也习惯了没有家。谁说我要让你走啊？你是秦温软，是当今圣上亲封的陈安郡主，是秦王府唯一的小主子，只有你赶别人出门的份儿。走吧。去哪儿？本王闲着也是闲着，你不是说你孤单吗？我带你去玩。你不打我？还不跟上？不玩，你人真好，小强讲都不生气，大反派很有容人雅量啊！等等我！哎呀，自从小郡主闹腾起来啊，王爷都鲜活多了，终于像个人了。嘿嘿，不止啊，只要有小郡主在，王爷就能暂时忘掉白希清，咱们王府就有救了呀！有救了！好。父王，我们今天打扮的这么漂亮，是要去哪里呀？昌平姑母寿辰，今日啊，你与本王一起去，让大家都看看本王的女儿。昌平姑祖母。昌平长公主是当今圣上第3个妹妹，长袖善舞，其夫君安国公实权在握。想起来了，昌平长公主因为女儿曾经爱慕男主萧景，却被女主害得名声尽毁，远嫁他乡，从此对女主处处刁难。太好了，是自己人。哎，我先跟你说，你可不许使唤，记住，人之初性本善，行善举，办善事，做善人，勿以善小而不为。总之，跟上我就好了。很难想象，曾经暴虐凶残的王爷，有朝一日竟也能说出如此劝人向善的话。小郡主还是太全面了。说出这样的话，也不能升咖当男主，戏份是抢来的。对了，萧景他来吗？他要是不来，你就想办法让他来。本座要扒了他的脸皮。你便是软软，我是你的姑祖母。您长得好看，软软总觉得应该叫您姐姐。哎，别没大没小，叫姑祖母。祝姑祖母
福寿连绵，方言永驻。哎呀，昨夜听皇上说呀，你呀是识文断字，今日一见，果然如此。好孩子，你可真机灵。这九州有你呀，是他的福气，难怪为了你，宁可被罚了俸禄，也要打太子。长公主，您该更衣了。本宫也乏了，你们自便。喂，别太感动啊！什么感动呀？不是肉痛，那可是钱，白花花的银子，这钱不能丢。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竟还有人敢抢本座的钱！天凉了，我看他也活腻了。哎，追风跟上！小郡主，咱们躲在这儿干嘛呀？这可是长公主府，不能乱来的。少废话！普天之下没有本座不能胡来的地方，若有，本座便踏平了那地。来了。小郡主，莫非您是要暗杀？这可不行啊，这可不行！谁说我要暗杀他？我是要射穿他的公头。王太傅，秦王，这个杀人不眨眼的秦九州向来跟我势不两立，今天又要找我的麻烦了。不知殿下有何贵干？本王想聘请王太傅为小女启蒙，本王别无他求，只求她能做个好人。我没听错吧？暴力凶狠的秦王希望自己的女儿做个好人？莫非秦王打算改邪归正了？这教书育人本就是老夫分内之事，只是不巧，今日里老夫身体偶感不适，绝不是故意推辞啊，实在是因为每日只需教导一个时辰，一次100两黄金。多少？那个可以成交。老夫一人就令上书房那些龙子凤孙们一个个服服帖帖，不敢造次，更何况是这么一个不足5岁的奶娃呀！王爷，您只管把他送到我府上，其他的也不用管了。还请。交给你，你就闹心吧。追风，咱们走吧。哎，这位便是陈安郡主。这是不愧是原书男主，长得还真狗模狗样的。听闻郡主长于乡野之间，规矩上到底是差了些。不过，秦王的女儿嘛，粗鄙庸俗点倒也正常，也算家学渊源。永安侯这是和小郡主杠上了。我听说前几天秦王对永安侯夫人死缠烂打，还害永安侯夫人被皇上责罚。这永安侯爱妻如命，自然不会坐视不理。哎呦，这永安侯是兴师问罪来了。该管应该管啊。那
你们家欠人情，也算家学渊源吗？你夫人可是向我父王要了不少钱啊！大胆！我夫人本就饱受秦王纠缠，差点自尽。这次你们秦王府还敢纠缠于他，我若是再坐视不理，岂非枉为人夫？再这么说也太过分了。好啊，那你敢发誓吗？你夫人若拿了秦王府一分一厘，就叫你脚底生疮，脸上发浆，头顶上冒绿光。刁蛮的小心人，本侯有何不敢？永隆27年7月，送永安侯夫人雪玉镯1对，珍珠宝石头面3套，银票5000两。6月，送永安侯夫人浮云锦10匹，东珠1匣，银票7000两。7月，送永安侯夫人胭脂坊1座，和田玉佩5对，银票5000两。还有你的玉佩，都是我父王的。还有你的玉佩，都是我父王的。夫人被罚，是因为皇祖父查出他约我父王被拒绝后，恼羞成怒，在仙尾楼仗势欺人，侮辱上书。被罚之后，他还派人叫我父王请皇祖父收回成命。我父王念在相识一场，还是替他给百姓们赔了500两，给屈上父送我重礼，连城外施诏都是我父王以他的名义送去的。我父王是天底下顶好的大好人。说的是这些秦王府自这样有面子，确实是很多。王爷，咱们不去阻止小郡主吗？为何要阻止？软软说的都是实话，更关键的是，她在替我说话。提前回府，备好软软爱吃的点心，还有实心的珠宝头面绫罗绸缎，凡是最好的，统统给我闺女送来。是。夫人，这是您最喜欢的庐山云雾，秦王府上个月刚送进来，奴婢闻着都香极了。他秦九州敢送我次品茶吗？那是自然，您皱个眉，他都心疼的不得了，哪舍得叫您喝次品茶呢？不过这回他似乎有些不受控。会不会是因为温逸的女儿？不可能，她温逸一个下贱的平民女，生下的孩子就算能进秦王府，也不会得到秦九州的喜爱，更遑论影响他对我的痴情。他秦九州唯一宠爱的孩子，只会是我的韩哥。夫人，不好了！夫人，不好了！今日在长公主府，陈安郡主当众向侯爷要账，还把您从秦王府拿过的东西当众念了出来。你说什么？京城都知道这件事了，侯爷颜面尽失，侯府的夫人姑娘们都觉得丢人，也快来找您麻烦了。外头还在骂您厚颜无耻，又当阴厉。夫人，夫人，不可能！秦九州呢？他就这么由着他那个野丫头污蔑我的名声。秦王他把整条街的铺子都买空了。我就知道他会来给我赔罪。东西呢？东西全部都送回秦王府，给小郡主了。快点滚！还有，去请太医，就说我听到污蔑后头疼吐血，叫韩哥去秦王府。秦九州最疼他，你去教他怎么说。是。
系统，系统，你去哪儿了？回话呀！你不是说千褶洲永远都是我的狗吗？啊！系统，系统！啊！他怎么敢毁我的名声？啊！系统，你说话呀！说话！糟了糟了，王爷平时从来不许旁人说白芨芨半个不字，今天都没等咱们，他肯定是生气了。王爷一生气就会发疯，说不定他现在就……王爷，你在干嘛？你疯了也不能把药当饭吃啊！快动手！让开，看我的！停！你们谁跟你们说我要自尽呢？这是糖，是我给微软买的糖。我尝尝味儿怎么了？谁叫你恋爱脑当惯了？父王，我知道错啦。哇，这些都是给我买的？不然呢？我买给其他的孩子啊。王爷，永安侯世子来了。秦王夫人呢？怎么还没到？实在不好意思，世子，老奴啊，送您回去。来，走。回去？秦王叔有事吗？那我先回洛星院玩会儿好了。等等啊，世子，王爷的意思是让老奴送您回永安侯府。来，走。怎么可能？秦王叔巴不得我来，恨不得连星星都摘给我，怎么会不允许我留下？狗奴才，一定是你光本世子！等我告诉秦王叔，一定扒了你的狗皮！敢做的人，你也敢动？敢做的人，你也敢动？这就是男女主生的那个高智商儿子，也不过如此嘛。小东西，已经很久没有人敢这样对本座说话了，你很有胆量。可惜本座已经有小野猫要去收拾了，你这样的还不够格引起本座的注意。怪不得寿康姐姐说你是个野丫头，乡野长大的贱婢，就是粗鄙无礼。你以为你进了秦王府就可以杀鸡变凤凰？管你野不野，你只需要记住，陈管家爷爷是本座的人，你对他不敬，就等于对本座不敬。要是再有下次，形同死状。撞过头了，本座的手好疼啊！这回丢人丢大发了。颤抖吧，小东西！你们在闹什么？秦王叔，他欺负我！我告诉你，秦王叔最疼爱我，绝对不会由你放肆。秦王叔他打我，还用弹弓打我，害我的额头都红了。你快去教训他！子涵，是你先对陈管家无礼，后又出言不逊，辱骂郡主在先。我只是秦王叔，你从来不会凶我的。你说过最听话还是懂事的。以前是以前，现在她是本王的女儿，是秦王府唯一的小郡主，她才是本王最喜欢、最需要保护的孩子。你骂她野种，就是在骂本王。你说本王该不该凶你？你骗
以后没有我的允许，永安侯府的人不必再放进府。是，王爷。嘿嘿嘿。没想到这孩子心性如此凉薄，以前我竟从未发觉过。野爹这是伤心了，因为那个小白眼狼。喂，秦九州，那种只知道伸手要东西、不懂感恩的小屁孩，有什么好在乎的？本座5岁时已经……总之，眼光要放长远。你失去的只是一棵歪脖子树，得到的可是本座这片潜力无限的大森林啊！歪理一套一套的，手还疼疼。区区小痛，何足挂齿。本座，好吧，是有点疼，都怪那桌子太硬。知道疼，下次就别硬撑了。本王还不需要你这个小东西用自残的方式来找场子。胡说，谁自残了？我那是战术威慑，战术，你懂吗？不过谢谢你啊，野爹，刚才还挺帅。没大没小的，还有以后不准随便敲桌子啊！知道了知道了，啰嗦。哎呀，看在你最近表现不错的份上，我就暂时不杀你了。我听到了。啊，你说啥？风好大，我听不见呀。哎，你说啥？行，但是啊，经过这件事，本王好好想过了，绝不能让你变成一个坏小孩，所以从明日起，我便把你送到王太傅的府上，让他教你好好读书，争做一个好人。什么？秦九州，你恩将仇报？我可没有啊！死王八，你爷爷我来了，还不快出门接驾！莫非你就是陈安郡主？没错，正是本座。不可能！我早就打听过，陈安郡主自幼就乖巧懂事、听话可爱，怎么可能说出此等大逆不道之言？哦，我明白了，一定是那个坏蛋父亲秦九州教孩子，哼，这样来对付我的，这是报复，报复。没关系，只要老夫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一定会将他收复。郡主，你来了。听说你要教本座向善，哼，不错。其实臣的本意呢？恕此狂妄！你说什么？岂有此理！太公，学校拜师礼，不成敬意。这是太傅，您可千万别退货呀！我也把最后的希望都寄托在您的身上了。哦，哟，虽然此子有些顽劣，但是没关系。为师任重而道远，定会将他教导好的。哎呦，来人，看座！来人呐！快来人呐！你们俩都在太好了！我告诉你，我不管了，我不管了，我不交了，给多少钱我都不交了。太傅，您这是怎么了？是谁说过秦王殿下险恶的呀？在我眼中，他简直就是活菩萨大善人。这里边那个，那才是真正的魔童啊！老夫曾经教导过皇子，教授过功夫，就连当今的太子爷在年少之时都被我打过手板心的。可是我在晚年居然见到了如此顽劣之处！不行，快来帮忙，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不要！不要！你可知道，这些可都是虔诚的古本呐！葡萄成熟还早地，我的雪狼号嘞！都在相信他，是皇帝自杀我论语啊！太傅爷爷，你怎么蹲在地上？地上凉，快起来！起来，起来！本座，学生扶你。你不要过来呀！原来太傅爷爷是心疼这些啊！学生这是在实践还故而知新嘛。您看，我给圣人穿上了新的衣服，这样是不是更好接，更有趣啦？你根本就是强词夺理！你根本就是强词夺理！太傅此言差矣。圣人云：有教无类。您不能因为学生天资过于聪颖，思维过于跳脱，所以就歧视学生嘛。什么？老夫何时歧视过你呀？小郡主，咱们秦王府已经很久没有新人来了。你看，那边那个诡计多端的隔壁老王，是不是正好可以作为咱们下一个发展的下线？还有什么比让大善人反水，加入咱们反派阵营更大快人心的？王爷啊！我求求你，老夫实在是叫不动了，你另请高明吧。那些礼物是这么多年来你送过来的，还有那些黄金，我都如数奉还。只求你无论如何要把小郡主关在府中，看好啊！本王再给你加那个。不要送，不要送，都不要送！哎，昨日给陈安郡主上课了吧？怎么样？他和秦王谁更恶啊？非也，非也。嘿，要知道陈安郡主是何等的乖巧懂事、听话可人，你们根本想象不到。她尊师重道。好啊，拜本座为师，本座带你打天下！心思缜密。本郡主刚有点愧意，你就偷懒不给我讲故事，害我瞌睡都跑了。心地善良。哎呦！太傅爷爷，尝尝我的糕点吧。怎么样，太傅爷爷，你这糕点味道如何？太好了，本座的辫子翘翘，脑袋掉掉，夹竹桃糕做成了。总而言之，
郡主殿下，天资之聪颖，品性之高洁，心地之善良，都是举世罕有啊！还真是傣竹出好笋啊！哎，你咋哭了呀？这本官没哭，没看清楚吗？这流下的分明是欣慰的泪水。想想也知道啊，本官能够在有生之年将陈安郡主这等百年难得一遇的旷世神童收入门下，成为自己的弟子。哎呦，这是什么呀？这难道不是上8辈子作恶多端修来的福报吗？太傅，真是慧眼如炬。这上早朝不能睡晚觉。别扶！亲王殿下，今日早朝之上，御史台大人便要弹劾永安侯夫人，不知秦王打算如何？难道打算凭借一己之力扛下此事吗？此事不在太傅的管辖之内，您只需要好生教导小女即可。没想到陈安郡主竟能使昔日政敌重修于好，世间竟有如此聪慧懂事之5岁稚童啊！你可都不知道啊，陈安郡主简直就是和平使者啊！走吧。斩立决，头头杀掉！谁骂我？谁骂我？臣有一事请奏：永安侯夫人不守妇道，唆使秦王抗旨，侮辱朝廷命官。秦王，你怎么说？一天天就知道被女人当狗玩，扫皇宫朕都嫌你蠢味太浓。罢了，自己儿子，这回我得给他想什么办法开脱。父皇，皇帝也是情之所至，并非有意胁迫永安侯夫人，还请父皇网开一面，将此事接过吧。太子，你当真以为此事是秦王之错？心机绿茶，遗传谁呀？这是我这2个儿子，一个心眼的莲藕似的，一个哪有心眼啊？是微臣治家不严，还望陛下降责。哟，还有条指哪儿打哪儿的跟风小犬。永安侯颇有觉悟，既然你主动承认，那便罚俸3年，卸去身上差事吧。既然你主动承认，那便罚俸3年，卸去身上差事吧。自己儿子我删不了，还删不了你了。父皇，萧景手握京郊大营兵权，卸去差事，这非同小事啊！死老头子，今日怎么如此贪污秦九州？现任萧景不就等于陷我一条手臂吗？永安侯夫人行为不检，品行不端，不堪为臣妇。皇上，父皇。父皇，我这个不争气的儿子，该不会又要替白喜庆背黑锅吧？
快呀，皇帝，像以前一样，为了那个女人顶撞父皇，快证明你还是那个无药可救的蠢货！秦九州，快开口！只要你敢维护西京，坐实胁迫之名，皇上必会重罚于你。御史弹劾，延吉永安侯夫人唆使儿臣抗旨，辱骂命官。儿臣以为此言有失偏颇。孽障又要开始了吗？元后啊，真对不起你，生的儿子脑子里灌的都是情爱。皇帝，你不必为难，我们都知道你情深义重，不忍白夫人受责。但国有国法，你若一味袒护，反倒坐实了胁迫之名，于他更是不利啊！太子殿下误会了，本王并非要袒护谁，本王只是陈述事实。昌平姑母寿宴，本王之女温软已当众言明，仙位楼之事并未在场，何来唆使一说？至于抗旨，请父皇明鉴。儿臣昨日接到圣旨之后，深知父皇裁决英明，未曾有过半分质疑，更未曾如永安侯府下人所言，意图入宫求情。儿臣谨遵父皇教诲，安守府中，教导幼女。这抗旨之说，从何谈起啊？莫非是有人故意构陷儿臣，离间天家父子？他竟撇清了关系，不护着白西青了。秦九州，何时变得如此伶牙俐齿，还懂得反咬一口？这还是朕那个一遇到白西青就智商全无的蠢儿子吗？他竟然会讲道理了，还会用构陷、离间这种词了。父皇，儿臣以往识人不清，行事荒唐，让父皇忧心了。软软年纪虽小，却通透伶俐，经常跟儿臣说：“父王，我们行得正，坐得直，不欠任何人的，为什么要替人背黑锅呢？”本座言之出了炸样，谁让你背锅，我炸死谁！软软还说了，他的皇爷爷是个顶顶聪明的好皇帝，不会听信有些人的一面之词。老头子要是耳朵不好，我就把他耳朵割下。儿臣深受触动，为人父者应为自己的子女做表率。若儿臣一直浑浑噩噩，担着莫须有的罪名，如何对得起父皇，对得起软软这一声父王？最关键的是，再背黑锅，他真能把皇宫炸了。永安侯夫人所为，与儿臣无关，儿臣从未有过抗旨不遵之心，请父皇明察。好一个行得正，坐得直，好一个不信他人一面之词。朕的陈安还真是一个玲珑心窍的妙人呐！我的宝贝孙女竟能让他这榆木疙瘩的爹开窍至此。元后，你看到了吗？九州他总算是有点人样了。温软又是这个死丫头，完了！今日不仅没能拉秦九州下水，反而让皇上对秦九州父女感情倍增，我还丢了差事，这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今日秦王所言，甚得朕意。传旨：永安侯老夫人教习不善，使夺诰命，竟思己过。白守义教女不善，降职3级，罚俸3年。
永安侯罚俸谢职，其妻褫夺诰命，今后不得入宫。其子不能参军为士，其女不得入皇宫王府。散朝。王爷，你没事吧？哎，没事。本王听了西青的话，不再想要执掌政权，反而扶持太子，善待天下。可他们却从未感恩。今日一有机会，便想置我于死地。本王最恨虚伪，朝野上下皆面目可憎。被称赞淳朴善良的百姓也愚昧无知，外官讽骂指责，百姓人云亦云。本王是不是错了？说天不公，便捅破那天；说地不平，便踏平这地。在你眼中，谁人虚伪，便撕破他的假面。本座有一计，只需等几日，待本座调配好足量炸药，便可陪你登上金銮殿，炸平一切虚伪。本座都听说了，明明我为你伸张正义，可还是有大臣告你黑状。太子和男主，不，萧景还是想置你于死地，只需炸平天下，你所厌恶的世界立刻变成苦海。哈哈哈哈哈哈！天下人倒也没那么对不起我。幸好王爷还残存一丝人性，比小郡主像人多。你管他们对不对得起你？那些骂你的、算计你的、嘲讽你的、虚伪又可恶的嘴脸，你就真的不想让他们永远闭嘴吗？亦或臣服于你，任你侮辱吗？只要你想，本座就可以帮你。现在告诉本座你的答案，本座永远与你同在。王爷，不要啊！你从良一回容易吗？就算真要对付太子和永安侯，也不能跟小郡主合作呀。有病！对，你的提议很不错，或许我们可以制造一场瘟疫，不费一兵一卒，毁灭世界于无形。哈哈哈哈哈哈！小郡主，王爷应该是真的问你有没有病。病？本座没有生病啊。本王的意思是，收起你那些丧尽天良的念头，本王才不屑与你为伍。你被人欺辱，却懦弱至此，你这种正道败类，简直是我反派之耻。小郡主，王爷确实是想报复天下，可你太恶毒炸裂，趁得王爷那点报复的心思都上不得台面了。他哪有脸再班门弄斧啊？阎王在你面前都得低头叫声姐。本座再问你一遍，这二计成是不成？我告诉你，本座的耐心有限，你最好想清楚再回答。好不容易看到野蝶有了燃起斗志的希望，我绝不允许它熄灭。本王觉得世界还很美好呢。申伯，你这是？好久没听到这样的人话了，这日子还是越来越有盼头啊！亲生的，再起本座这也是亲生的。你说什么？今日早朝参宁和侯爷的人太多了，皇上连太子殿下的求情都不顾，亲王更是听了他闺女的挑唆，竟当众与您撇清关系。父亲被降职，母亲被褫夺诰命，弟弟妹妹也被牵连，
就连永安侯老夫人都……母亲，别叫我母亲，我没有你这种晦气儿媳。顷刻的我永安侯府至此，叫我景歌儿官职全卸，叫我晚年北毒告命。我早就说过，这个贱人是扫把星，杀千刀的，害得我们侯府沦为满京城笑柄，害得我大哥失权失势，林哥哥本就被你勾引得5迷3道，现在还与我退亲了，你满意了吧？你胡说八道！林萧早就不瞒你嚣张跋扈，退亲不过顺势而为，与我何干？我与凌萧是清清白白的知己兄弟，我与齐王卿更只是他一厢情愿。我拜西京傲骨铮铮，行得正，坐得顿。什么傲骨铮铮？我呸！我看你分明就是汉子心女儿身，茶香四溢满京城。你胡说八道！吵什么呢？大哥，凌霄哥哥要与我退亲，我该怎么办？凌霄竟敢与你退亲！你别哭，我现在就去找他算账。别，这不怪凌大哥，是大嫂在外面丢人，与外男牵扯不清，人家便以为我也是这种水性杨花的女子，叫凌哥哥与我退亲领取，是秦九州非要给我的，我别人给你就真敢拿？清算一下，夫人拿了秦王府多少东西？首饰、古董直接还，银票、店铺等物等价归还，1分1厘都不能少，否则你就等着我的休书吧！哼！夫人，滚！给我滚！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我本该花团锦簇、众星捧月的，会让他妈庄子上那个贱人明明已经日夜不停的受折磨了，为什么我的运势还是会急转直下？秦九州身边好像有能刺激神智清醒的东西。西头，你去哪儿了？你知道这段时间我被害得有多惨吗7号宠妃宿主在爬首府床时和国师颠鸾倒凤，被尾随的大将军捉奸在床，我去处理了。那结果呢？首府与大将军在国师的见证下约法3章，进行轮班倒。国师入主皇宫，近水楼台。为什么他可以，我不可以？可能因为你人品不好。你闭嘴！告诉我，眼下该怎么办？秦九州受了什么刺激，不是我的控制。原因未知，但4年前秦九州救你时血落玉佩，玉佩还在你手上吧？此物可控制他的心神。你不好了，7号又去勾引圣僧了。你有事留言。秦九州，没有我的允许，你这条舔狗就不能挣脱我的掌控。还有你身边那个小不点儿，早晚也会成为我碾死的蚂蚁。嘣嘣嘣嘣！哎呀！嘣嘣嘣嘣！王太傅，放心啊，走不快啊。那我，太
太傅大人怎么又自告奋勇来到咱们府上教学了？难道小郡主竟愿意听太傅教导？小郡主非常认真的督促太傅学习。哦，认真学习呀！小郡主，你真是乖巧懂事，乖巧好学，真是个好孩子呀！陈管家爷爷，还是你有眼光。等本座一统天下时，定封你为国师护法。哎呦，国师护法！魔鬼简直是一家子魔鬼呀！不行，此地不宜久留，我得快点走。松开手，放开我！大家都去上朝下班了，你怎么没去？本王不想去。胡闹！上朝这么重要的事，你也赶快！谁给你的胆子如此放肆？今日也就罢了，以后每日清早，本座专盯着你上朝，你休想再旷一日早朝。这小丫头一天到晚想造反，何时如此正直了？早朝多好的结交人脉的机会，你不想炸金銮宝殿就罢了，难道皇宫隔墙有耳，你想出师未捷，中道崩殂。再说，以后这种炸金銮宝殿的话，不准再说了，有伤天和。不伤玉和就行了。玉和？玉和是谁？是我啊，王太傅献给本座的字，说是什么意思来着？哎，太复杂了，跟你说你也听不懂。走。哎，算当年瑞士，正当下午，仙家玉德，权势春和，吉祥年和。王太傅有心了。王爷从前最不在乎的就是天道报应、掉脑袋，什么时候变得如此瞻前顾后、畏缩胆小？当然是小郡主来了之后啊，这人呢，一旦感受过幸福，就有软肋了。皇爷爷，软软，哎呀，原来是朕的宝贝孙女来了。告诉皇爷爷，跟王太傅学习读书，感觉怎么样？王怀仁十分勤勉，赏了我不少心。皇爷爷教学有方。王怀仁？怎么了？大皇帝脸色这么难看，莫非是吃醋了？觉得他是我爷爷，不去对别的老头太过亲热。青龙，坠月，帮我看看，我脖子上的脑袋还在吗？青龙，你不喜欢吗？这可是本座给你的爱称，你堂堂95之尊，就不要跟怀仁老头吃醋啦。软软，不许无礼！你凶孩子做什么啊？你以前胡闹，朕都没凶过你。这是软软喜欢皇爷爷，给皇爷爷起的爱称。你懂个球啊！软软，答应皇爷爷，在外人的面前不要这么叫，好不好？这老爷子还挺要面子，吃醋都不好意思承认，不如我一个小孩大方。本座答应你啦。本座。本座这个词儿谁教你的？本座生来就会，这是权力的象征，实力的体现。天下没有人比本座更配如此自称。谁说女子不如男？只要你有这个实力，就连他的爵位我都能赐给你。好，等我要的时候会跟你说的，皇祖父可别舍不得哦。舍得，只要软软喜欢的，朕都舍得。一个还不到他腿高的奶娃，能要什么了不得的东西？此时哄哄又何妨？好，那我要先替皇祖母要回6宫之权。父皇，是儿臣教女无方，但童言无忌，绝非包藏祸心。你既知童言无忌，那又何罪之有啊？
冯贵妃教导太子不利，这后宫之权本就是代官，如今也是时候该归还了。不过软软啊，你告诉皇爷爷，你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要求啊？为何？皇帝真笨，当然是为了好造反了。不过我可不能这么说，哼。因为我不想看到父王受委屈，太子伯伯不听话，太子伯伯欺负父王，肯定是冯贵妃娘娘的错。软软心疼，要是有人欺负皇爷爷，软软绝对不会放过他。哼哼，原来软软是心系家人啊，那朕就答应你，日后啊，绝对不会让你受到任何欺负。拉哥，你要是敢食言，你就把皇位。陈安饿了，我带他回府吃饭了。我饿了，皇爷爷，我先回去吃饭。这皇宫里没吃的。秦九州，你要不会养孩子的话，就把孩子给我养。王府，再给我扣秦王10年俸禄。皇上，秦王的俸禄都已经扣到死后200年了，还扣吗？那怎么样？照扣不误。齐九州，本座最近给你太多好脸色了，都不顾本座颜面，快放本座下来！再不拦着你，要的就不是你的脸面，是你的小脑袋了。放开我！秦九州，行。算我求你，不要再喜欢我了，行吗？我爹又不是神仙，这可是女主，全书咖位最高的女主，这配置的确不错，难怪能同时迷倒男主和野爹。哎，人就在面前，秦九州，你帮我一统天下，我帮你把他抓回来。看你是太久没有抄规矩了。看来这个小丫头就是系统所说能让秦九州摆脱我控制的原因。可惜只要玉佩在，谁也拦不住我。这小丫头的眼神，秦九州，你喜欢我是你的事，可我为什么要对此负责？我已经和你纠缠了多年，容忍你以朋友的名义待在我身边，难道你还不知足吗？哪个系统设置的白莲花女主又出现了？这台词怎么都不带改的，太老土了。若可以选择，我宁愿当初从没认识过你，也好过被你如影随形的纠缠，毁了我本该和睦的生活和家庭。秦九州，算我求你，不要喜欢我了。我爹又不是神仙，你求他干嘛？而且求神还要带供果呢，你带礼物了吗你？秦九州，这个不中，我们走。不对劲，秦九州的变化怎么突然这么大？刚才他对白希清比普通朋友都生疏，怎么被白希清一接就变得要死要活，一脸舔狗的样？难道这小丫头的眼神完全不像孩子，她为什么盯着我？难道她发现了什么？哦，我知道了，秦九州他是个 M， 好言好语他不听，非得骂两句，踹两脚才能深爱起来。白希清肯定是掌握了这一点，才能拿捏住秦九州。那要是我扇他一巴掌会怎么样呢？他会不会唯我马首是瞻，封我为王呢？刚才诉苦的话，有不少人都听到了。方才他已经跟我对视，玉佩马上就会起效，秦九州将控制不住的舔我。到时候，只要我一句话，秦九州就会心甘情愿的背上所有污名。不好了，王爷的眼又红了，这是犯病了。志玉，药，快拿药！西青，
请你听我说。我不听，我不听。果然起效了，金九州，你马上就要控制不住来抱我了吧？哼，又开始了。明明很久没有犯过病，为什么这么痛苦？只有靠着吸气走进走醒了，好像才会好受一些。吸气，吸气。小青呀！小郡主，你才5岁啊，就活够了吗？怎么样，感觉爽不爽啊？为什么刚才的痛苦突然之间消失了？怎么不管用？是不是力气不够大？要不要再来一巴掌？停！你想做什么？现在有没有感觉很振奋？很想臣服于本座的脚下，为本座开疆拓土，完成霸业，一统天下？有。哎呀，早知道一巴掌就能成事，还折腾什么？天道也太拿他当外人了，嘴真严啊！有。好，那你告诉本座，除了京城400暗卫、1000府兵，京郊4000死士，你还在哪里藏了人马？调动的令牌又在哪里？看来追风告诉你不少东西了。本王今天不教训你，就跟隔壁老王姓。站住！还敢跑！站住！秦九州，你敢无视我，一定会后悔的！瘟疫那个下贱的狐狸精，当初分明给了他那么多钱还不满足，竟然还敢往京城地信勾引秦九州，还把小野主送去了他身边。陈管家爷爷，哎呀，小郡主，你终于回来了，王爷呢？多日不见，本座对陈管家爷爷甚是想念。多日？昨日不是才见过吗？啊，一定是小郡主太想老奴了。是啊，一日不见，如隔3秋啊。算算，老奴与小郡主有3年没见了。这些年，老奴过得一切都好，就是十分的想念小郡主啊。本座也是，只是不巧今日本座惹了小秦不满，只怕不能跟陈管家爷爷叙旧了。什么？哎呀，王爷脾气暴躁，恐怕又是让小郡主受了不少的委屈吧。小郡主，你别怕，老奴护着你。我就知道找陈管家爷爷没错，能把我从鸡毛掸子下救出来的只有陈管家爷爷。文软，王爷，小郡主年幼无知，哪怕真的犯了什么错，你也不该如此吓她呀。是吗？哪怕他抽了本王一耳光，哎呀，那是自然，哪怕他抽了你。嘛玩意儿？你抽了谁一巴掌啊你？本座本想帮帮小秦，帮他找回真正的自己嘛，这只是个意外嘛。是吗？你们是都没长眼色吗？等本王自己拿鸡毛掸子，当真是越发越美。王爷，请。小郡主，咱们犯错得立正，挨打可不许叫啊！来吧。哎。
还没打就断成2截，什么破玩意儿也敢拿给本王？当真是放肆！朕给你了，你又不乐意打，哎，王爷真装。他这不是装，他是真的舍不得。小郡主啊，这大人啊就是这样，喜欢口是心非，你呀得多担待，多理解啊。那当然了，本座可是要一统天下的，很有包容心的，你放心吧。啊，好。小郡主，王爷呢？永安侯府的人在外头，说是还债。我就知道男女主有操守，被当众点名，怎么可能不还钱？陈管家爷爷，快去盘账。哎，好，走。这可是钱啊！这些箱子里都是秦王送给我们夫人的东西，一些用掉或不好还的，都已折合成现银，共计130万8723两5钱。130万，这么多呀！不行，100多万两。这100多万两银子都快把我们侯府搬空了，真是没想到，堂堂秦王送给我们夫人的东西，竟还无耻的要回去。说的是啊，送出去的东西总有人要，这叫什么人啊？送人的东西要走，这么丢人现眼的事，我就不信说出来，秦王府还敢要？为什么不要？你们那是借，不是收礼。莫非你要承认你家夫人收了别人家男子的赠礼？当然不是，那不就得了吗？你都说了，这些银子能把你们侯府掏空，那我有钱不拿，我不是傻猫吗？说的也是啊，这么多钱干嘛不要？确实应该说。说的对啊，刚才咱们被永安侯府的人绕进去了，这本来就是秦家的钱，拿回去不是天经地义吗？哎，对呀，是啊，有道理啊，是该拿回去。来吧，大伙儿都抬进去吧，小心别砸坏了，都抬进本座的库房里，记得多上几把锁。好，上。这么多钱就给人家送，肯定没想到他会真的拿呀。这下后悔来是啊，你看他都疯了。小琴，你也想教本座授课？那你可得拜本座为人而不仁，孰礼何？人而不仁，孰乐何？小琴，你叽里咕噜说啥呢？不想挨鸡毛掸子，就给我坐好了。本王好好想过了，之前一定是没有让你好好读书，才生出那么多不该有的心思。从现在起，我一定好好管教。王爷从前最不屑的便是这种伪善之言，谁若跟他讨论向善怀仁，骨头断了都是轻的。人嘛，长大后总会变成自己最讨厌的样子。有刺客！怎么不讲了？我回来之前，你能把这个解开，我就赏你黄金100两。100两黄金，本座势在必得。保护好郡主，剩下的人一个不留。敢动本王的女儿，下地狱吧！王爷，王爷，
你没事吧？这副皮不错，贴上走，观赏一二。放肆！我黄金100两照给。那没事了。我怎么闻到了一股血腥味？秦九州，你受伤了？哎，我培养的反派受伤下线了，我的造反大业怎么办？小伤而已，战场上比这伤的严重的多了去了。放屁！战场上那是以前，现在是现在。现在你是本座的爹，你的命就是本座的，谁准你随便受伤的？万一你不在了，我找谁去造反啊？我找谁当垫脚石，一统天下呀？哎呀，吵死了！本王命硬，没那么容易死。最好是这样，不然的话，我就算把地府给掀开，也要把你救出来，继续做反派。疼不疼？不疼。竟敢欺负本座的人，肯定是太子他们干的。哎，温软，你去干什么？我要替你讨回公道。小七，你要记着，你是反派，有可能得不到任何的爱，但是你要记着，现在无论白希清爱不爱你，本座都爱你。爱我的人早已难产而亡，一个5岁小玩意儿，什么都不懂，也敢说爱，可笑！放肆！秦九州，我好心对你示好，你居然敢走神，你放肆！追雨，王爷，直隶和云州的庄子铺面全过到小郡主名下，还有前院假号库房的钥匙也给他，暗卫给他拨200人，随便给他玩，别来烦本王。是。小郡主，要不你出本书吧，书名就叫一句话，让暴躁王爷送我几百万。哎呀，别装了，给你1000万，帮我抓个人，干不干？追风将誓死效忠小郡主。哎呀，小东西，嘿嘿，终于落在本座手上了！耶嘿嘿嘿嘿！这是人能发出的笑声吗？秦九州到底生了个什么东西啊？老实点！叫吧，就算你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今天，本座就要让你知道，敢害我野爹的下场！嘿嘿嘿！敢动本座的人，本座定会让他上穷碧落下黄泉，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这辈子都浸泡在悔恨的苦海中。追风，把人送到天香楼，告诉老板我带极品来了。好，闭嘴！嘿嘿嘿嘿嘿。都什么时辰了？陈伯，软软怎么还不回来啊？回王爷，这个点儿啊，小郡主应该还在太傅府吃晚饭呢。吃晚饭？不好了，不好了呀！出事儿了呀！大事儿不好了，小郡主她不见了！什么？什么？她不见没什么可担心的，关键是太子殿下也不见了呀！我也不好了，太子被小郡主卖去青楼了。什么？小郡主被太子卖去青楼了？太子被小郡主卖去青楼了。哎呀，走！干什么？你们现在要去青楼啊？哎，我实在是跑不动了。
哎呦喂，我的小祖宗！不是妈妈我不给您面子，您瞧瞧这位，年纪不小了，一向嘛勉强算周正，可这眼神凶的呀，像是要吃人。我们这儿做的可是你情我愿的生意，这位爷一看就是不会伺候人的主。放肆！你懂什么？这叫气质，上位者的气质。寻常庸脂俗粉能有这气质吗？训练，绝对是你们这儿的头牌，专治那些口味独特的客人。我要诛你教祖！冉冉啊，我们手里可是有你买凶残害亲王的证据。他怎么知道的？小郡主果然有办法。以前王爷都想找证据，事实说明不用证据也能把人唬住。你看这身段，这筋骨，一看就是能扛能打、能歌善舞的好苗子，看这底子多好！小郡主，你可别忽悠我了。这位爷一看就是养尊处优的，肩不能扛，手不能提，唱曲儿别把客人吓跑了。最多这个数50两，你打发叫花子呢？至少500两。500两，你怎么不去抢啊？50两我都嫌多，20两不能再多。100两，外加他卖艺所得，3七分账，你3我7。5分，我还得包教包会，包吃包住。万一他学不会跑了，我找谁去？找谁？找我家小琴呀。他虽然是个反派吧，但挺正直的。最关键的是，他有钱好命，肯定不会欠你的。秦温软。父王，好巧啊，你也来逛青楼啦！我看你皮又痒了，竟然敢绑架当朝太子，还迈入这种地方，我看你是不怕被诛九族吗？你的九族不是还有黄爷爷吗？黄爷爷总不能砍了自己的脑袋吧？温软。父王，软软知道错了，软软就是气不过，他们派人刺杀你，软软只是想替你报仇。父王，你打我吧，打死我就算了，反正没见的孩子像根草，你要是出事了，我也不活了。打我吧，打死算了。闭嘴，回去再收拾你。吵死了那家伙。追风，把太子重新打晕，送回去。就说是做噩梦了。今日之事，谁敢透露半个字，挖舌挖眼。是。软软，昨晚的事情什么都没有发生，你就是个5岁的孩子，你懂什么卖人？软软知道，软软还是个宝宝。皇祖父，温软他昨日把我父王卖去青楼，请皇祖父为我父王做主，严惩温软。陈安，你自己说，可有此事啊？青楼那是什么呀？是卖糖葫芦的地方吗？皇祖父，这温软年纪虽小，可心思歹毒。昨日未时3刻，他将我父王绑到天香楼，卖了500两。500两能买多少糖葫芦呀？太子，你被一个5岁小孩子卖了，才卖了500两，你这身价也太不值钱了吧？你被卖到了青楼，本来就够丢人的，还要告诉大家被个5岁的娃娃卖了。莫不说软软有没有这本事？就算有，太子如此愚笨，倒不如退位让贤。所以太子你当真被卖了？父皇，
儿臣不会拿自己的清白去污蔑他，请你严查。够了，他才5岁，他能撒谎吗？你攀扯也要有个攀扯的限度。你身为储君，更要有容人的雅量，而非盯着自家的兄弟和小娃娃攀扯无限。我。好疼！哎，软软，你没事吧？寿康，我们走。你没事吧？你最好祈祷软软没事，不然你们3个一个都别想活着走出去。你也上了本宫，你住口！寿康，戕害姐妹，罚朝宫规百变，禁足3月。次，教导嬷嬷研究其过。太子，行为不检，诬陷兄长，罢掉所有差事，本纪禁止入朝听政。父皇，我软软，没事吧？皇帝竟有这本事，从前是本宫小看你。他要是没本事，你现在还在冷宫里跟狗抢屎吃呢。怎么翅膀硬了就忘记谁是爹啦？你怎么会知道？秦九州，你我的恩怨也就罢了，这些事你还告诉你女儿？说，你还跟谁说了？我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你，爹，你真吃过屎啊？胡说什么呢？人在做，天在看。作恶者终有报应，恶毒狠辣之人，注定与天不容，难有善终。温软，我说的对吗？来，再说几句。我可是在咒你啊！哦，是吗？我怎么没听出来？好久没听到过这么真心的祝福了。哎，这怎么又没词了？你，亏王怀仁说你敏慧好学，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要，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走。哎。婉软，不将你挫骨扬灰，本宫誓不为人。表哥，你先别急，一个丫头，我有的是办法收拾她。父王，不如我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将温软卖去青楼，叫她也尝尝名声尽毁的滋味。不行，我们这么做跟他们有什么区别？这种肮脏下流之事，只有温软那种没有道德底线的人才会做。少来这一套，脏事你干傻了？装什么清高？还有，你不是说那温软是个傻子吗？现在怎么把我们玩得团团转？对啊，这小野种和他娘明明都被我用系统下了离魂丹，应该吃上一辈子才对，为何会如此？莫非圣其他灵魂穿进他的身体？我有一计，让他的狐狸尾巴露出来，妖异之女就该被架火焚烧。消食7钱，硫磺3钱，木炭，应该没错。此物一出，轰天裂地，毁灭世界指日可待。嘿嘿嘿嘿嘿嘿。
不是说好地动山摇的吗？怎么是花里胡哨的烟花？这小丫头，莫非知道本王今日心烦，特意弄来跟本王解闷呢？哎呀，哈哈，哎呀，妙哉妙哉！哦，你们都在呢，想必也已经都看见了。这一定是郡主殿下为了报答老夫多日以来对他的教导之恩呐，所以特意以此奇景奉献于我。别的不说啊，单说这份心意，真是亘古未有，举世无双啊，是吧？老夫倍感欣慰。你说，你这个烟花到底是放给谁看的？他们为何如此兴奋？这玩意儿失败了呀，一点杀伤力都没有。毁灭世界的炸弹是要连他们一起毁灭的。没错，此乃本座精心研制，送给父王和怀人的礼物，名为盛世华彩，愿你们如这烟花般绚烂。哎呀，多亏了张大人啊！哎，请。昨夜我府中景色甚是不错。是啊，王爷府上又添了什么奇珍异宝？非也，是小女顽皮弄了些烟花，说是专程放给本王看的。这小孩子心思，倒也别致。王爷父女情深，令人羡慕。小郡主真是孝心可嘉。啊，王太傅早！哎呦，想必都听说了啊！哎呀，这消息走漏的可真是快呀！你们怎么都知道？承安郡主为了表达对老夫的这个交手之恩，所以特意在昨晚燃放了这奇花异彩呀！哎，我也没问啊。烟花而已，本王见得多了。只是软软坚持要放给本王看，说是父王辛苦了。哎呀，亲王要实事求是，那郡主明明说了，那是放给老夫看的，谢师礼。那是他客气，那是他的真心呐。你没听到他先说父王辛苦了吗？不是你就不能实事求是？当时你也在场。父王重要还是你这个臭教书的重要？那说这个话就没意思了。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难道这时政之情真的赶不上？不信我们现在去找软软问问。秦王和太傅这是咋了呀？听说是因为承安郡主放了烟花。小郡主啊，这年纪不大，但这搅动风云的，这维系人情的本事可真不小。哎，明明就是小郡主，王爷敢不敢去？家中来了封平阳府的信，说是跟小郡主有关。回来这去算账，走。哎，这懒得看你，你们一定要相信我，那烟花确实是给老夫放的。啊，不信，我给你们拿出证据给你们看。你跟我来。这写的是啥呀？看都看不懂，居然不念给本座听，一点自觉性都没有。小郡主不识字。你不是通读过四书五经吗？本座学富五车，岂会不认识字？只是看不懂你们的字而已。要是再敢质问本座，把你们都杀喽！小郡主，半个月了，这王怀仁什么都没交给他，这姓王的干什么吃的？你们干什么吃的？
哎，小郡主其实已经学会了3个字了。哎，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噔噔噔噔，哎，噔噔噔噔，哎，噔噔噔噔，噔。都杀喽！收起来！哎，芷软，把信给父王。软软，有人在平阳府败坏你母亲的名声，还将你是个痴傻儿的事情传得人尽皆知。如果再不加以遏制的话，恐怕很快就会传到京城来了。传了我娘什么谣言？传了我娘什么谣言？他们说温逸姑娘攀龙附凤，设计王爷才生下了你。王爷，那边的谣言已经在处理了，不过京城这边也得早做防范，不然一旦传过来了，小郡主的身世恐怕就要存疑了。本王即刻请命进宫，将瘟疫的名字记入玉典。明日起，你昭告全天下，说瘟疫，她是我此生唯一的正妃。还有，花重金请人，将我与瘟疫相遇相知的戏传出去，在各大戏台上演。哦，当真？那这么一搞，那平阳府的谣言简直不攻自破呀！还能趁机与白欣欣解绑，这下他可就彻底沦为笑话了呀！软软，父王这样做的话，你会安心吗？父王，你跟女主割席就是为了我，你不会后悔吗？不会。爱上女主不是反派的出场设定吗？秦九州这是觉醒了。以本座这种龙凤之姿，也需要什么嫡长女身份加持吗？我娘落崖身死已经够苦的了，不用再被什么规矩礼教束缚了。她做鬼也是自由的。总之，谢谢你。软软，小郡主，你跑慢点。这不是好事吗？小郡主怎么不高兴啊？不是笑才代表高兴，小郡主是感受到爱，不知所措了。走。今日太子下帖宴请我们去东宫赴宴，说是为先前污蔑你的事道歉，但你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哼，你怎么越来越啰嗦了？一点我的风范都没有。哎，你你确定一切都准备好了？放心吧，今日捉妖，我志在必得。先前是儿臣想差，误会了软软，还带累皇帝，受儿臣误解。儿臣思来想去，唯有郑重的道歉，才能弥补儿臣心中的愧疚。兄有弟恭，方是正道，知错便改就好。那你现在快给我道歉吧。道歉？本太子将来要做一国之君，怎可能给你一个黄毛丫头赔礼道歉？洗头，快动手！我要这个野种当众露出妖异之心。请宿主确认是否花费1000积分购买妖化异象。
确认。购买成功，使用对象温软，请宿主确认距使用对象10米之内。使用中。归义那种乡野出身的贱人，怎配上皇家御殿？还被秦九州宣称为此生唯一的王妃。温软，你给我等着！本来就是个冒牌货，只需系统略微出手，就能叫这个野种当众露出狐狸尾巴，永世不得翻身。检测到使用对象灵魂契合度100%，妖化异象无法生效。灵魂契合度100%？你有没有搞错呀？你又不是人工智障，真的是无语。字面意思，温软回来了。怎么可能？我特地花了那么多积分，为温软安排了个天煞孤星的孤儿身份。你现在告诉我他回来了？现在立刻马上给我安排一个新技能，给他置于死地。对不起，检测到由于宿主收获的喜爱值过少，积分已不足兑换。放肆！你长了几个头，竟然敢无视本座？不是你说要给本座赔礼道歉的吗？本座虽然小肚鸡肠，但绝对不会原谅你冤枉本座的事。或者你可以割下一只耳朵，聆听你绝望的忏悔。不是，你老往那边瞟干嘛？那边到底有谁啊？太子没有看我，我不是……不行，我不能就这么认输。秦九州对我多年的痴迷，不可能说没就没。只要他心软，积分就能赚回来。一定是小郡主弄错了。哎呀，我的头好痛啊，我的腿好痛！哎呀，你为什么不扶我？白夫人，请你自重，你我之间已无任何瓜葛，公然拉扯，与你侯府清誉有损。检测到宿主行为导致目标人物秦九州厌恶度增加，反向消耗积分100，积分余额-100，系统强制进入休眠倒计时，3、2、1，下线。这白希清什么情况？难道是朕之前惩罚的太过严重了，崩掉了？太子，现在那人没了，可以给我道歉了吧？太子殿下，你不会并非真心致歉吧？太子，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本宫……等等，现在可以了。先前冤枉你是本宫的不是，王软软，莫要计较。本宫已经备好了赔礼，待会就请人送去王府。还有千金万两。唉，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本座就不跟你计较了。但是你要记住，本座永远都不会原谅你冤枉本座的无耻恶行。哈哈，爽啊！主角对反派说的话，终于轮到我倒反天罡了。父王，您别生气，此计不成，还有一计。别忘了咱们精心布置的白鹤祥瑞局。没错。小郡主，皇上留王爷小婿，今儿咱们先回家。浮生无量天尊，小施主，请留步。他是谁？
我是无声法师，太子和皇上都会信他。我爹信他吗？哦，装货。哎，小郡主，小郡主虽有灵台慧光，然煞气缠身，已有黑云压顶之兆。若不及时化解，恐有早夭之患，累及亲族啊！黑云压顶，早夭？细说。得饶人处且饶人，郡主当静心为上，善意待人。譬如散尽家财，济世救民；再譬如诚心礼佛，抄经万卷；再譬如……我知道了，本宫知道了。哦，小郡主明白什么了？大师，您是不是能看到本座体内毁天灭地，足以让日月无光、山河变色的磅礴能量？啊！贫道说的是煞气。对，就是这种能量太过强大，以至于在尔等凡人眼中变成了黑银煞气。大师，您果然是道行高深，一眼就看穿了本质。小郡主，您恐怕是误会了。贫道说的是劝你向善。既能看穿，肯定也有化解引导之法。实不相瞒，本座近日正在为此能量失控而苦恼。昨夜本座不过是小试牛刀，想做个炮仗玩玩，差点把王府给点了，幸亏能量不足，只变成了烟花。大师，您一定要帮帮本座，引导这股能量用于正途，以约帮本座练成绝世神功，一统天下。一统天下！哎呦，小郡主，这可使不得呀！贫道是劝你像是……大师，普天之下，唯有您能懂本座。助本座，想必您的法器必也蕴含无上法力吧？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怎么不早跟我说？这温软被无声法师拦下了，虽然说他不靠谱，但是据说还是有2把刷子的。要是温软有什么3长2短，被他超度了怎么办？啊，你真是我这……那儿呢，王爷？这是法师，你外袍呢？舍利子腰带呢？佛珠的法器呢？耶，都在我这儿呢。父皇准备起驾回宫了，无声法师这是去哪儿了？怎么还不来？哎，法师，您这是……您的法宝法器呢？浮生无量天尊，贫道方才为了窥探天机，与缠绕郡主的煞气搏斗，元气损耗，以致衣衫尽碎，法器尽毁。不过幸不辱命啊，殿下，此乃是隐鹤灵粉，请殿下速速撒于身上，祥瑞方可辨识。来，这是专门招惹蛇虫鼠蚁的药粉，太子对不起了，随为父一起恭迎祥瑞。祥瑞，快来了！哎呦，皇上，快看，有仙鹤，是朝我们方向来的。大吉呀，上上大吉呀！快来啊！快来！不，仙鹤，快回来！我才是天命所归啊！
你做了什么？为何仙鹤会向你而去？太子，你这是何意？此乃天意，并非人为。还是你知道另有隐情？不，自然没有。那不就得了吗？都怪本座生得太迷人，人人都爱本座。世间万物都会被本座的风姿倾倒，不像有些人呢，光招四害。那试试这个。不好意思，这好像是我上次做的炸弹。哎呀，拿错了，不好意思啊！瞧你们被炸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太子勾结永安侯夫人白溪清，以邪术构陷亲王与郡主，更在宫中私藏毒物，其情可诛。今革除太子之位，圈进宗人府。永安侯夫人白溪清、寿安郡主皇长孙一同受罚，流放边疆。钦此。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为表彰秦王秦九州教女有方，陈安郡主秦温软聪慧灵秀，特赐秦王10亿万户，加封陈安郡主为镇国陈安公主，向双倍亲王俸禄，建军不败。钦此。臣等叩谢圣上，圣上万岁万岁万万万岁！喂，小琴，现在老头皇祖父把太子给废了，城中的人都在议论，是不是要立你为新太子啊？我们是不是要一统天下，提上新日程啦？我们是不是要一统天下，提上新日程啦？软软，父王以前确实想坐在那个位置，我觉得只有站在最高处，才可以掌控一切，才会觉得不那么痛。但现在我觉得这样挺好的，有你闹着，有他们笑着，这比一统天下更让本王觉得安心。没出息，堂堂大反派，一点野心都没有，说出去都丢我的人。不过随便你吧，本座罩着你就是了。好，你罩着我。王爷，小郡主，这是无声法师托人送过来的信，说一定要亲手交到您的手里。大惊小怪的。瘟疫命星未陨，死在人间。咋了？他又说啥了？不会还是劝我积德行善吧？信上说，瘟疫，你娘她命星未陨，死在人